没去庆功宴啊？给谁庆功呢？这是公司的决定。你明明没有参加第1期的录制，可编导的署名是你呢。公司要打造金牌的制作团队，1流的导演和主持人，节目编导自然也不能是个无名之辈了。把署名还给我。你没听我解释吗？我说了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。我说，把署名还给我。你就是个编导助理，不给你署名很正常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把署名还给我！干嘛呀？还给我！于再早，你干什么？他喝了酒了，是不是？于再早，你先走吧。醉鬼！于再早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于再早，你冷静点。哎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他抢了我的署名。把眼泪擦干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别在我面前演戏。那天我见到于女士，她第一时间通知你，是你暗示她把你的病情告诉我的，对吧？利用我的同情心替你掩盖病情。如果你想继续得到我的帮助的话，马上把眼泪擦干。你要帮我？因为你没做错，你有天分又很努力，不应该因为病情去耽误你未来的人生。但以后你要乖乖听我的话。凭什么？你过来。你看，这个是你的起点，这个是你的终点，这2个是障碍物。正常人通过障碍物是这么绕着过去，而你呢？看明白了吗？于再早，为了规范你的行为，从今天起，如果你还有留在公司，必须接受我的监管。还有，如果刚刚我要不是及时赶到，你要对袁家英做什么？揍他一顿吗？逗逗他嘛，谁知道他那么不经小，真没意思。你说你要干什么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多管闲事的人，未必会有好报的。那我也要试试。我保证，第2期一定有你的署名，第1期也会补上。那如果做不到呢？那我就跟你一起把顾世荣揍一顿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哎，眼下先解决遗留问题，乖，把它捡回来。陶唐，你对于一个助理是不是过分关心了？公司有权利决定是否给他署名。再说了，毕竟我支付的工资足以回报他的付出，这是行业的惯例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跟我提出抗议的人。没有人跟你提出抗议，并不代表你这么做是正确的。传承是一档正能量的节目，理应尊重每一位后期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。顾总，我郑重向你提出交涉，
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度发生。这么说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？这么认真？好了，我尊重你的提议，我也向你保证，如果他能拿出更好的创意，我绝对给他署名。但是署名的先后顺序要取决于他们对节目的贡献，再行决定。OK？ 谢谢。客气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晚上一起打球。陶教授，小燕，陶教授来抗议了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眼睛里永远揉不下沙子。不过是一次失手，我不会再输给他了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我当然相信了。等着瞧吧，下一期节目会让所有人惊艳的。拭目以待。外婆常在客机旁，很自然地追随她的母亲。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这都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了，难道还不够完美吗？世上哪有完美的事儿？看第2遍跟第20遍，发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。就算看了200遍，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啊。这个地方打点有问题，6分25秒，重新放一遍。你爸走得早，妈辛苦工作供你读书，可你就是不听话，你非把这种人招家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把他给我招家里，你就给我滚！妈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还狡辩是吗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自己看这是什么？人家天天在学校门口等你，闹得是人尽皆知啊！你这学习成绩在班里头倒数了，你就知道谈恋爱。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啊！我就是不争气，怎么了？他接过了母亲手里的梭子，坐在那台古老的木机前，开始织呀织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知岁月荏苒。终于有一天，才发现母亲老了，她成了技艺精湛的缂丝师。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。是我呀，雨编的。对不起。你怎么在这？你在找谁啊？
没找谁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是要回家吗？你不开车回去啊？我家离公司就2站路，不用开车。你好幸福啊！我每天上班下班，路上就得2个多小时。走吧。啊？你也要去地铁站吗？嗯。那我跟你一起走。走。你经常加班到深夜，一个人回家不害怕吗？这像我，每次走夜路都心惊胆战的，这人也怕，狗也怕。可是这附近的房租真的太贵了。大好。哟，没人给我带早餐啊？又通宵了吧？没剪片子。什么剪片子？鬼才相信呢！年纪轻轻的多注意身体啊！哎呀，导演，年轻人的身体您记录不来的。谁都年轻过，谁也会年华老去啊！赶紧过来。哎，来了。谢谢啊。蓉蓉，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可爱。快点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淑荣，外面有人找你啊！哦，来了。第1期上线之后，观众对于轻功短片的反响很热烈，评价也都不错。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呢？哪方面？我们可以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话题，比如中国的24节气、皇室的节庆习俗，或者宫廷非遗美食，我觉得都是可行的。我觉得不合适，跟苏州的文物展没什么关联。怎么没关联呀？这次各大博物馆都拿出了他们珍藏的宫廷珍品来参展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再挖一挖新的主题，热度就上去了。还有别的提议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前2期做的都是花丝、镶嵌跟缂丝，我们之后呢还要做青铜器跟漆器。其实我认为这期的主题不要太跳跃，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可以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说点有用的，直奔主题。或者我们做一个清代女性生活特辑怎么样？这个提议不错。就平台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，我们这个节目有60%受众是15到35岁的年轻女性观众，赏心悦目的事物对于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会有帮助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朝堂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苏博元墓的张日成墓、曹氏墓和网民王希爵墓都有女性配饰服饰出土。如果结合此次文物大展展出的明清后妃服饰，形成宫廷与民间的对照，正好做一期中国明清女性生活展。当然，这样的主题太过宽泛，你们准备从哪里开始？是中国女性的古籍绘画、金玉珠宝、烟菊游乐，还是珍馐美味？换句话说，你们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？顾总，你有什么好的提议？我想去上个厕所。
意过来看你，你怎么老躲着我呀？你松手行吗？我还特地给你买了东西。柔柔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是他老同学，顺路路过这儿，替他妈妈给他带一些特产。喏，来，拿着呀。那个房租我马上交，不是说了吗？再缓2天，缓2天，缓2天。蓉蓉，咱们这么久不见，我特意来看你，你怎么不高兴呢？啊？没有。你不用这样时时刻刻盯着我，我发誓，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一定会先向你请示。你能做到吗？我既然答应了你的监管，肯定会说到做到啊。能遵守诺言吗？不能。按照你的病情来说，这倒是实话。陶唐，我又没有暴力倾向，你干嘛时时刻刻这么防着我？我既然答应替你保守秘密，就要负担起责任。一旦你做错事，就等于我做错事，明白吗？你是女娲吗？责任心这么强的？李再刀，别让我后悔答应帮你。女娲妈妈，女娲妈妈，他俩很熟吗？看起来好像是啊。你很关心吗？走吗？啊？我还得再查一些古代的妆容资料。你先走吧。舒小姐，这位先生说是您男朋友，坚持要上来找您，请问您认识他？蓉蓉，给你带吃的。舒小姐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
是这个呀。来，过来坐。不。过来。怎么能吃泡面呢？你看我给你带的，这些啊，可都是你以前爱吃的。这老吃泡面有什么营养啊？你说是不是？这有监控的。我本来就是你男朋友啊。吃着吃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别缠着我了，你缠得我淑美的念，家也不能回，你什么时候能放过我？怎么是我缠着你呢？你忘记了？当初你离家出走的时候没地方可去，是谁收留你的？我是爱你的。可是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钱给了你以后，你就不再找我了，你答应过的。你是不是喜欢白天见到的那个摄影师啊？哈，没认出我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拍的那些漂亮照片，他看过吗？这就对了嘛。这才是我的蓉蓉。你只要听话呢，我保证不来烦你。你看我多关心你啊，特意给你带了东西。来，拿着。吃啊，吃啊！这就对了。乖。家了吗？我替你预约了一位医生，希望你本周6能抽出时间。这周6不行，好忙哦。过来帮忙，快点啊！去一边，走，使劲。不会死了吧？是头牛吗？这么沉。坐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说。谭教授，这么晚还不休息吗？第3期的主题还没有出来吧？忙什么呢？
的主题还没定，所以要加班啊，真的好忙哦。我明天聊好吗？死女谁的刀？这个刀！于大早，于大早，流氓！你看，流氓啊！我见义勇为，好人来的。立刻报警！站在这儿什么都不许干！你不许动，我马上就到，听见没有？报警！报警啊！看什么呀？带走。你也告诉小姑娘，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马上报警。她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，证据充分是可以入刑的。当然，我们能理解她现在的心情。坐一下吧。但这种犯罪嫌疑人善于从精神上胁迫受害者，他越是怕被别人知道，没事，越是容易受到控制。到头来，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还有，他说是男朋友就是男朋友了。这大街上、火车站，装亲爹的、男朋友的、装丈夫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一定要加强警惕。那很可能就是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。公司安保一定要加强，警钟长鸣，知道吗？是，谢谢你。哎，这个稍后还要请你们配合，回公安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，然后带我去你们监控室取证一下。带我们去监控室。哦，这边。舒小姐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早点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。现在警方还在进一步的取证，如果你手上有他对你威胁的证据，全部拿出来，我来帮你处理，好吗？他给我发过一些照片，还在我手机里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。对不起，我真没想过他会找来。来。好。谢谢于编导，谢谢陶教授。你的衣服真有特色。啊？我知道下期拍什么了。好了，我送你们去公安局做笔录啊。哎呦，骗我！给淑荣放1个星期的假，然后把现在的保安换掉，再多加几名。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。该换呀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，不许告诉任何人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事儿发生这么突然，是不是让于编导也休息几天？你看他像受惊过度需要休息的样子吗？也是。进。顾总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没有。就耽误您5分钟，我想聊一下后面的策划。医院去了吗？医院。多谢顾总的关心，不过我没有受伤。有空去精神科挂个号。
任何女性遇到昨天晚上的问题，第一时间应该报警，而不是贸然去对抗一个成年的男性。我认为你应该好好去检查一下，看看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。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做预设。不过顾总，您关心人的方式还真是挺特别的呢。我爸把你放在这儿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定跟我没完。我现在警告你，请你以后自觉一点。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园长，没空在那儿盯着你。顾总，我知道做什么选题了，服饰，清代宫廷女性服饰。你的策划呢？于编导也有新创意啊，不如说出来听听。没事儿，我还没想好。顾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这没想好怎么就来了？顾总，做服饰特辑怎么样？先做具体方案吧。芙蓉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病啊？不像啊。不是你爸到底怎么跟你嘱咐的？也没说他有病啊。哎呀，不好办呐。这么个旗袍。这个颜色不错。哦，对，这种青蓝，好像。这种颜色也挺有意思，比较淡雅。下一张。这个就有点老气，对吧？这应该像是民国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。木导，照片怎么样？刚才你说以清代女性的服饰为主。到了现在的发展，我们可以拍旗袍。旗袍倒是不错，但是旗袍流行于民国，它和清朝满族妇女的旗装是两回事儿，而且到现在它的起源其实还存在很多的争议。我们不能讲这些没有定论的东西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宣扬中华传统的技艺上。你看这张。这就是典型的苏绣技法，平金银绣，装花纱夹袍，就很华美。我们可以去南京的云锦研究所拍摄素材，这样的话就能避开所有的争议点。木导，你这身衣服穿几天了呀？不换呀？你这颜色也配得太土了呀！还有啊，你天天就是戴一帽子，你是不洗头啊？我少白头行吗？王大小姐，能不能别主动挑衅啊？我是想借此告诉你，观众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但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和主张更加重要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们有错，我们就拿出来讨论一下，这才是专业的态度。哎，王姐，这点我同意。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我觉得不见得。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通过文物引出中华传统的技艺，而不是通过什么华丽的事物博得大家的眼球。旗袍呢，只是个载体。旗袍所体现的镶嵌滚荡，还有那些奢华精美的刺绣缂丝，不正是你口中说的中华工艺的体现吗？审美的偏狭是智力的缺陷。怎么说随便你，我不怕争议。到时候大家都忙着打嘴仗了，看谁还来欣赏你的手艺。木导，你们不看了？王姐，您上次说的那位做旗袍的老师傅，放心，都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采访。谢谢王姐。来，大家快过来，公司啊发福利了，公司福利啊，别急，公司福利啊，别急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给，来，小玉，
谢谢。给我来一个。哎，男的没有？什么男的没有啊？不是防狼神器，你大老爷们要它干嘛？就是。我也得防个狼啊！你本来就是狼。我顶多就是个哈士奇。给我来。这个大小刚好可以用包里。有没有数据啊？在侧边。刘师傅，哎，刘师傅，哎，您坐这儿就行。啊，好。刘师傅，您就看着机器讲就可以，别紧张。哦，好的。OK。啊，是这样，刘师傅，咱们先简单的做个采访，您就对着机器说啊，就跟他交流，跟他说话，想聊什么聊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好。说什么？您就这样，您先聊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做旗袍的？哎，那我14岁做学徒，有60多年了。稍等，还没开机。开机啊！你看我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刘师傅。好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14岁做学徒，做旗袍有60多年了。哎，啊，继续说，说什么？然后嘞，好，刘师傅您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了。哎，小花你好。是这样啊，我想做一身旗袍，可是呢，我不知道我是适合长款的还是短款的。哦。还有啊，这个旗袍有很多袖子，还有坎袖啊、长袖。对。那您说我应该穿什么样的更好看呢？哦呦，你早讲啊！其实啊，我个人特别喜欢复古的，您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你等一下啊。好。这就对了，还是这些老式的审美有味道。哎。来，都是30年代的月份牌。对，这个立领啊，这个盘扣啊，腰线呀，样样都有讲究的。旗袍嘛，差了那么一丁点，那就什么都不对了。来，好，哎，这边来。哎，好，你站这里，拿着本子记着。哎，来了。中国的旗袍，为了凸显女性的美好身段，展现含蓄优雅的东方美，在定制的初始，最讲究分寸2字。颈、肩、袖、胸、腰，对人体36个部位的测量，依靠的不仅是手中的皮尺。更多考验的是旗袍师傅的眼力。一件旗袍做得好坏，尺寸最重要。师傅在已有的尺寸上放多少，更考验师傅的眼光与审美。面料定型，为避免真丝面料水洗后的收缩变形，保证穿着的舒适度，裁剪开始前，需对面料进行简单的定型处理，将清水喷洒在面里料的反面，同时轻轻卷起面料，经短暂的放置，面料充分吸水收缩后，再进行整熨。一件手工定制旗袍，最能体现旗袍师傅功力的，便是裁剪。一把小小的剪刀，增1分则肥，减1分则瘦。不能仅仅根据测量的数据进行划线裁剪，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恰到好处。好了，大功告成啊！哎，你看，哎呀 ，OK，
刘师傅，您歇口气，喝口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好，多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小鱼呢？这是什么？当然是 B 组的拍摄计划了。我不同意。于编导，前期的采访准备中，你并没有从老师傅身上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故事，这就意味着你整个拍摄内容可能会整段垮掉。为了节目看点，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必须的。我想你身为编导，应该能理解我们和纪录片的差别吧？当你无法找到看点的时候，你得学会制造它。我才是 B 组编导。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控。非拍不可吗？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，好好配合我，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。好，那你自己拍吧。王姐，这次 A、B 两组都是由佳人姐统筹，但是现在她人还在苏博，那边可能会有点问题，但是她解决完就会赶过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歇会儿吧。好。我带他们去参观娘娘墓出土的女金棺，他们也不感兴趣，就盯着清宫后妃的服饰猛拍。他们要的是美丽夺目的旗袍，真正的目的啊是讨好女性观众。这我都看出来了，你还能没看出来？陶教授，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陶教授，可以跟你聊聊吗？袁编导，进了苏博就要拍出苏博的特色，苏州独特的园林式建筑，巧夺天工的缂丝和苏绣技艺，独具风雅的明式家具，还有上至远古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，你们都有好好拍了吗？陶教授，观众要看文物可以进博物馆，他们要了解工艺流程可以去看纪录片，可是节目还是得有可看性的。您拍苏州园林，拍明式家具，拍墓葬出土的文物，那些画面能比拍旗装和首饰更漂亮吗？节目要点击率，要话题度，要对投资方、广告商负责任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进了博物馆拍摄，就必须要尊重这里的文物和历史，尽量在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找寻平衡。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取向，最终会被观众的需求绑架。等你没了鲜明的节目特色，第一个抛弃你的也是观众。陶教授，言尽于此，请你自己斟酌。今天该配合的我已经拍完了，再会。陶教授，陶教授。喂，我要换一个专家。你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一位专家，要听话的。能听你话的那就不是真正的专家，那叫演员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。我这出戏有演员就够了。去到博物馆？不，去 B 组。大家辛苦了，请大家喝咖啡。来来来，有特调果咖和茶咖哈，谢谢，谢谢。王姐辛苦了。谢谢老板。刘老师，哎呦呦，谢谢谢谢，辛苦。王姐，拍摄还顺利吗？啊，顺利呀，画面拍得特别美，回头您自己看回放哈。特调果咖还是茶咖？茶咖。好，谢谢。你在找呢？他，不是你们编导呢？怎么不在现场啊？他现在就算人死了埋了，你给我挖出来！还不打电话去？
你来看拍摄进程啊？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我下午4点有个会。你等会儿，这不还早呢吗？还有时间，一起进去看看。他叫手。哎。芙蓉，你怎么来了？陶教授，公司给我放了1周的假，可我在家实在睡不着。有任何需要帮助的，请一定告诉我们。谢谢陶教授。啊，您是来找顾总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。于编导应该在旗袍工作室拍摄。我刚刚有给谢瑶打过电话，于赛嫂不在拍摄现场。啊？你为什么不回拍摄现场？交不出答案，空坐在考场有什么用？你在这里坐多久了？3个小时。这倒是真少见，我以为你分分钟就能有灵感呢。我的主题被人抢先了。这说明上天在提醒你会有比西装旗袍更好的创意啊！这次的主题是服饰，要与展会相关。你是让我做明代服饰，去跟袁家英打擂台赛吗？是雅会。中国只有明清服饰吗？那这次展会还会展览其他朝代的女性服饰吗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那这件事你得自己考虑。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，把明清捆一块只占1/10。文化大转的女性服饰以明清为主，其他书画藏品可就多了去了呀。咱俩一块拍照。行，来，你看，你给我拍一张。行，给我来一张。来来来，那我再给你拍一张啊。哎，这个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民国旗袍以阴丹士林布旗袍为国民装，各个社会阶层作为最普遍的日常装来穿着。真丝面料旗袍因其柔软易脱丝的特性，在对裁片进行缝制前，面料的边缘需用传统刮浆法进行固定。熟练地掌握浆糊的粘稠度和刮浆的方向，确保旗袍边固定妥帖，才能让缝制的过程得心应手。刘师傅，咱们脸上可以带点感情啊！啊，什么感情？您太太不是裁缝铺老板的女儿吧？
你们的感情肯定发生了很多磨难吧？什么磨难？谢瑶，停一下。刘师傅啊，您说过家里都没人了，一日三餐不济才来做学徒的。那老板舍得把女儿嫁给你吗？哦哟，那你就不晓得了。我师傅一共有4个徒弟，阿拉是最勤快了。别人都经常回家探亲，阿拉就住在店里认真学。我师傅对阿拉那是喜欢的不得了的。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，那会受到父母的阻拦啊。哦，那是什么年代？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，不讲究这个，不讲究。那你们之间就没发生点感情波折？你看，我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您看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拍摄呢会补一段你们的感情故事，就比如说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受到父母的阻拦了，然后无奈决定私奔。不可能的，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没有力气私奔，奔不了的。怎么奔不了呀？那艺术创作嘛，创作需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讲编故事是吧？啊。哦，不来塞，阿拉编不了的，编不了。你先前怎么沟通的？我不是让你把整个拍摄计划都告诉刘师傅吗？他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做事的？对不起，袁编导，我再重新沟通一下。去啊！佳音，过来一下。佳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职务叫编导吗？你真以为只是确定好拍摄方案，指挥一下采访和剪辑吗？策划看点、立好人设，这都是节目很重要的环节。那狗血的冲突会影响节目的口碑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是它的收视率好啊。陶腾给我讲什么文化价值，你是不是也这套说辞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为什么那么焦躁？我没有啊。你有不有？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佳音，收视率我自己会看着办，我也不反对你戏剧构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看看周围的人，都被你的情绪给影响了。再加一点内容，这样整体会更丰富一些。哦，就是内容不变的，加一点。我明白。好的，你放心，我配合。好，谢谢您配合。好。我差点被于再造绑架了。被他绑架了？节目是要挖掘人性和故事，但这就跟写日记一样，不是每件事都有值得被记录的价值。可是节目每期都要拍，挖掘不出好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被逼入绝境。你就像放弃拍摄的于再造，我也同样走入误区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。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咱们今天的拍摄可能需要调整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您和刘师傅打交道是最深的，
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，咱们的拍摄计划要怎么调整？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你呀，跟小鱼一样，年轻又自负，总是以为自己就能找到故事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希望不会太晚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刘师傅啊，夫人40年前就离他而去了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，孤身一个人呢把儿子养大，结果儿子又遭遇了车祸，现在他带着孙子。哎，你看他现在老的都干不动了，这个工作室快后继无人了。那他的孙子我也叫来了。这么多人啊？这不来了。哎，爷爷，干嘛呢？是上电视啊？这个小子了，你看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挺帅的呀。你个小瘪三，你还帅？哎，干嘛呀？这是？别跑！不要跑！这，故事来了，笑，快拍啊！哎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王姐，我已经过去了。快去。迅哥，还玩呢？鱼在哪儿找到了吗？他说回公司了。先走了，去。你看，这是我这期拍摄准备的衣服，你看这件。孟导，别吓着导演啊！你终于回来啦！哎呀，他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。等我干嘛？给你求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太不负责任了。像你这样，好好自我检讨啊。齐了，终于齐了。什么齐了？董事长亲自安排1个小时，书画服装全部到位。穆导，我们拍点真正有趣的东西吧。一会儿漏点火，千万别急。我知道，这次拍摄是你爸亲自批的。我爸什么时候批的？我确认过了。来帮我抬起来。确实是你爸批了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按原计划开拍。就算是我爸批的，他也不能擅离职守，给我开天窗吧？那怎么着？给他停了？停！必须给我停了！我得跟你说啊，这次拍摄任务急，人不好找。那灯光设备、场地人员条件是款到人来，钱可都打花我。那个还停吗？还怎么停啊？就是啊，这没法停了。顾总，您来了。鱼在找人呢，我问他人在哪儿。好，顾总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我要看看鱼在找到底躲在哪儿。人呢？哎，快，抓紧时间要开始了，快！模特不合适，鱼在找自己上来，你体谅一下吧。这都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快，就等你了，抓紧时间做。我哎，不是。3、2、1，开始！西汉马王堆1号墓题形帛画，在随葬品清单上被称为非一。其中段的华盖与一鸟之下，是一位身穿绕襟曲裾衣的老妇人侧身像，2人在前方跪迎，3侍女其后随行。晋女史箴图绘上层女性日常生活图景。
图中二贵妇席地而坐，以揽镜自照，已坐于镜台前，由宫女梳妆打扮，皆服大袖长衣。图中梳头宫女发饰，于云髻额后下垂一梢，形如燕尾，称为垂梢。妇女发间正如曹植头上金爵钗，腰佩翠郎干一诗记载，多以步摇、金爵钗装点。唐步辇图，图中太宗坐步辇，由二宫女抬辇杠，另二宫女手扶辇板。宫女头部发饰为隋至初唐样式，发髻层叠盘绕，是以云鬓，上身着小袖衫子，肩部披佩子，用薄纱做成，腰线束于胸部，下身着渐色长裙，做12破款式，裙内穿小口条纹裤，脚蹬扣空软锦靴，为初唐女子流行的风格。唐捣练图绘唐代妇女捣练、理线、熨平、缝制时的劳动场景。图中女子头梳高髻，两鬓抱面，身穿小袖衫子，肩搭披帛，着各色长裙，是盛唐时山裙装的代表。晚唐5代簪花仕女图，图中贵族女子梳高大蓬松的云髻，髻顶簪花，插金步摇，画桂叶眉，身着大袖纱罗衫，配披帛，拖地长裙，反映的是晚唐5代时期的贵族女子风貌。5代韩熙载夜宴图，图中月髻梳高髻，着衫裙，腰线回归至腰部，配披帛，身形由丰腴转向清瘦，为当时女性的日常装扮。宋蚕织图长卷，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，描绘南宋江浙一带民间养蚕、织帛的24个场景。图中劳动妇女服饰均为宋装。元世祖出猎图，绘元代贵族弯弓搭箭、做事预设天空雁群的场景。元代服饰随身份等级差异，高等贵族奢侈华美，有各种织金通绣蓝纹；平民穿棉麻葛布或粗绢棉绸。明宪宗元宵行乐图，图中嫔妃宫女头戴高高的笛髻，插戴各色头面，上袄下裙，裙摆膨大，犹如伞状。清岳漫清游图册，系画家为乾隆皇帝创作的12月清宫美人图，绘古装仕女寻梅、赏花、吟诗、玩乐的闲游情景。旗袍，流行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服饰，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，兴盛于整个30、40年代，一直蓬勃发展至今。旗袍通常右衽大襟开襟或半开襟，立领盘纽，侧摆开叉。不同的年代，随着女性的着装需求变化，并融合西方时尚元素，
小雨，旗袍的式样、领高、袖长、开叉的高矮也随之改变，在美丽的中国女性身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挺漂亮，看看。从这些传世的珍品画作中，我想观众能看到含蓄优雅的中华传统女性之美。我想中国女性的美丽绝不仅仅于她们的妆容与服饰，对吧？对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按照中华女性衣冠做出调整，各部门积极配合，等到第2期上线，第3期的内容同步制作完成。那我们辛苦拍摄的旗袍怎么办？老艺人的故事怎么办？缩短时长吧，不要破坏这一整期的节奏。要走啊？这里不需要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偏袒于代早？我没这么说。如果你觉得在我这儿不能发挥你的才干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会怕输给于代早，我必须留下你。为什么？是，我承认，于在早在这方面非常有天分，但是这次找不到林肯，他足足消失了3个小时，毫无责任感。而你不一样，身兼2组，顾全大局。如果我失去你了，这个节目迟早会开天窗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佳怡，不要再次逃跑。老板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先别急，大家一起看看。
周六晚间8点，我们陪您一道走入非遗的世界，鉴赏中华传统的艺术。在这里，再也没有曲高和寡的喧嚣，只有雅俗共赏的欢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和我们节目的主题很相似啊。这是日本节目吗？在说话。我给你解析一下这个词语：非遗文物语，意思就是让非遗和文物说话。文化节目当然越多越好，兴起推广传统文化的热潮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2档节目播出的时间中间间隔的非常非常近，他们最近也在做出取景，这想避都避不开，竞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。如果我是对方的制作人，我也会选相同的题材呀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无风无浪多没趣，有人竞争才好玩嘛。我是说，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和传统文化的发展。顾总啊，阿旭，给佳云订张机票啊。佳音，我永远都希望你好。我留下来。我是这个节目的编导，我先出去工作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有个事儿啊。又有什么好事儿？你爸。那个他让我在那个餐厅给他定个位置，不过没有不过，照办。确定吗？啊？哎，谢谢。于编导，小心烫。陶教授，谢谢。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明知道对方下期的主题也是乐器，你还要跟这个主题啊？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呢？好吧，我回去找找资料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。陶教授，求帮忙。不行。顾叔叔跟小鱼都开了口，我肯定得给他们个面子。何洁，我肯定要学吃，可我不知道怎么跟顾总相处啊。只是吃一顿饭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可是他上次已经让我去看精神科了。陶教授，你心肠这么善良，不忍心看我露馅的吧？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就挺好，保持住。毕竟我不是你的保姆，不能什么事都依赖我。我先走了。
顾总，你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走吧。怎么样？只是个和解宴而已啦。石庸平时很敏锐，又一直对你有所怀疑，借机展现温柔和女性化的一面，尽量避免让他联想到你的异常。真的吗？我看过一些研究报告，确诊的情绪问题的病人，女性数量远多于男性。我这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医生说有的就有。事实上，表演型人格虽然女性多于男性，但也不绝对。让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，对你更安全。那这件呢？就这件吧，再见。有一件事情呢，我想阿姨是误会了。我同意来吃饭，不代表同意她的想法。你是我的下属，公司的员工，我不会和你发展超出上下级的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是我欣赏的类型，完全不是。你是说？也许我刚才的话会让你感觉到被冒犯了，但是我认为彼此达成共识，可以避免今后的误会。哦。我父亲呢，心脏不太好，我不想因为这种小事跟他发生争执，所以，工作之内，我是你老板；工作之外，普通朋友，仅此而已。好的，顾总，我明白了。你真的明白了？明白了。那最好。点菜吧。服务员。先生您好，吃点什么？您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招牌菜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要一份主厨推荐套餐吧。好的。记得替他单独加一份。再要一份西班牙雪梨酒鹅干冻，再要一份椰子芒果慕斯。好的。其他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可以了。好的。先生您呢？一样。好，一样。打扰了。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。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？一会儿呢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会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。就算我们是普通朋友，看个音乐会，应该也是可以的吧？你觉得呢？你同意吗？好啊，一起去。看我干嘛？吃啊！多吃点。
谢。顺利就好，拜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就是你的爱好。怎么能让顾总您来陪我抓娃娃吧？稍等一下哦，马上就好。就是这个。就是抓不上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要扫清障碍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对，谢谢啊。都买了。好的。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麻烦您让一下，谢谢。这位小姐，恭喜您成为本店今天的抓娃娃冠军，这是送给您的礼物。真的送我了？是，送给您的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还不走？哎，小姐，您这娃娃都不要了吗？哎，小姐。以后不必陪我听音乐会了。真的？有那么高兴吗？对待朋友，一定要真诚，不可以处处隐瞒和欺骗。下不为例。你是说下次还要见面？怎么？明天不用上班，不用见老板吗？好。很晚了，上楼去吧。是，老板。这也能忘？出发。对一份吧。行。那这段是吧？我感觉差不多了。这次我写的挺好的。
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。这位就是我们的孙导。是这样啊，接下来呢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去安排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孙导接替我的导演工作。以后大家多多配合，好吧？欢迎。孙导，欢迎孙导。这位呢就是于编导，这位是我们的主摄影谢阳。大家好，请多指教。好了，那个大家都认识了，赶紧出发吧。好，好的，来，走。反正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室，好吧？如果我不在呢，你就坐我的那个办公桌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我就跟他们干活去。不，你这样，你不跟他们一起，你这样，你跟我来，你在原编导那一组，来，我送你去。好。大家请看，这是白玉双吃耳杯，明代玉杯是当时的特色器物。杯两侧镂雕螭虎，螭首额头上有阴刻王字，带有元代遗风。这是玉带钩，乾隆玉狗，白玉福禄寿。带钩源于西周，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上的挂钩。这件是3足玉香炉，香炉工艺细腻，雕刻精湛，包浆自然，线条优美，轻轻擦拭便泛出光泽。此钢款青玉合锦杯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杯为双筒相连式，外饰2周绳纹，两筒间镂雕一凤为杯柄，杯前面雕双螭，并于2道绳结间雕方形式，其上着万寿2字。杯两侧分别着凸起的篆文诗句，其中一侧杯身铭文为久莫祥烟河，千春瑞日明，愿君万年寿，长醉凤凰城。另一侧杯身铭文为温温楚仆，既雕既琢，玉液琼浆，君天广乐。合锦杯应为明代皇帝大婚时所用器物。好。这是和田玉龙纹蝶耳活环瓶。和田玉龙纹蝶耳活环瓶，碧玉、圆腹、长颈，颈外是变形缠纹6组及圆形蝶耳，耳下各垂一活环。瓶腹浅幅雕穿花龙图案，龙身旁有花枝缠绕。推上去点儿。对，给陶教授的脸啊。定住。王主持啊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住，可能需要您和摄制组再等一会儿。我们约好今天下午2点准时拍摄的。对不起，主要是上午拍摄时间太长了，等他们拍摄结束以后，一定立刻请你们进去。来得及，这个约好就生任务怎么解释呢？我们今天再三确认过拍摄计划，你们并没有异议，也没有说今天有2个拍摄啊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了。姐，方老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汪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们今天在这儿也有拍摄吗？
是啊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位是《非遗物语》的栏目主持人万思华小姐。不用介绍了，汪姐可是我从前的学姐和前辈，我刚入行的时候还要多谢汪姐指教呢。好，既然认识就更好了。一会儿拍摄时间，那你们自己协商一下吧。请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拍摄？哎，汪姐，我们的拍摄呀出了点小状况，这大概还需要1-2个小时。啊，这样我过去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快一点，别让汪姐等太久了。思华，开始了，来啦！哎，汪姐，你跟我们的制作人方哥好久没见了吧？这当初可还是他将您捧红的，不如一会儿没事出来坐坐。真是从我身上学到了不少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忘了告诉你。哎呀，方权这个人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这点本事，无非就是拿前辈欺凌后辈这点新闻来吸引眼球。你条件这么好，跟着他可惜了，出不来的。该换就换吧。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嚣张，不知道自己已经过气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，连续拿了3年的最佳主持。我希望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说话还可以这样硬气。我一定会的。上上，于编导，我预约好了，真的都定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临时调整，真的，我发誓。那等新的方案出来了，发给广告商之前，你还需要再看一下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于编导，联系过备选的御药大师了吗？是，已经联系过了，说我们随时可以回去拍摄。于编导，咱这什么时候能拍呀？眼看着就要没天光了，没法再等了。我们要更换 B 方案，采访另一位御药大师。另一位？不可以。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，难道采访不到李先生，我们就不拍摄了吗？你知道李大师正在筹备中华玉雕艺术全国巡回展吗？届时业内将有13位顶级的玉雕大师都会来出席，这将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非遗聚会。这个时候放弃，你认为合适吗？哦，怪不得他们非得此刻下李大师呢，联合着展览共同宣传，这一举好几得呀。拍不到展览，我一样赢他们。这个计划是公司之前制定好的。没有新的更好的计划出来之前，我绝不欣赏个人英雄主义，也不会让你拿这个节目去逞能。给顾时庸打个电话，问问他的意见。好的，王姐。舒荣，帮我补个妆吧。哎。哎，小鱼。你别和王姐争了，在 B 组她的意见比导演还重要呢，啊！
收工。今儿拍的太好了，白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几条啊，包括那几条，拍的太好了。陶教授，木岛那边还有一部纪录片的后期没收尾，所以没办法一直跟组。不过他特意邀请了孙导来协助拍摄，他拍文化节目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们一会儿要给他办个欢迎会，陶教授一起来吧。我以为袁明导会很生气呢。事实证明，你们的拍摄创意更好地保证了节目效果。只不过什么？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我接触过各型各样的人，不过还没有遇到过像于编导这种。可能是直觉吧，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点不对劲，您感觉到了吗？做艺术行当的人难免有些特立独行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？袁明导，别愣着，咱一块吃饭去吧。今儿我请客啊！哎呦，陶教授今儿特别好啊！您讲的所有的知识点，我还学到了很多。走吧，咱一块儿。导演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好意思，先走了，再会。啊，那下次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儿是不是你感觉我拍的？哎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王姐，抱歉，我马上处理。腿麻了，我去走走。于大嫂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汪希宁是我费了多大劲才请过来的？他能给这个节目带来多少流量、多少话题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在节目拍摄前，我跟所有人都说过，只要他在现场，就要给他足够的尊重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你没戴耳朵啊？于太早啊，你是天生有叛骨，还是仗着背后有人给你撑腰，就可以在现场为所欲为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气跑我的主持人，让我的节目开了天窗，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，你要给我滚蛋！你说的这什么情况？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于太早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顾总。于太早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要服从顾总的安排，去找汪主持协商接下来的拍摄计划。我是得到了推荐，但是能留下来全靠我自己。就算在这儿跟您开辩论会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个编导，片子会替我说话。那顾总，没事的话，我先去了。汪姐，估计1小时之内是无法拍摄的，要不您先去车上休息，我待会儿让助理去请您。年轻的编导就是没有人权，又要被主持人批评，还要被老板骂，这小月也太无辜了，这怎么能怪他们？这要换了别人，现在就被开了。这得赶业绩了。小心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见了他不要怵他，他当初也是我带出来的，倚老卖老，欺负你。顾老板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顾老板，实在是不好。哟，你看这么久没见着顾总，还是这么金玉其表。你也是败絮其中啊！我可没那么说你啊，讨厌！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恐怕还得耽误一会儿。实不相瞒，我觉得今天有点悬，要不然你们另起高明吧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李大师今天身体不适，不能再进行拍摄了。是今天不是，还是这2天都无法拍摄了？顾总，实在对不住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没事儿，顾总心胸大着呢。啊，顾总，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全国有名的玉石鉴赏大师确实难请。这么着，改天我来请客，专门赔罪。顾老板，你必须到啊！你们这是严重违约，你知道后果吗？不就违约金吗？明天早上打你们公司户头去，好吗？我们差你那点钱啊，那就不给了啊！等等，别躲！不用跟这些没有风度的人较劲。没事没事，咱们把自己该拍完。大师还等着呢。都散了吧，老板都走了，提前收工。该约饭约饭啊，该喝酒喝酒，散了吧啊！别占着这院子，这院子我们待会儿还得取景啊。散了啊。这样啊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他们花大价钱收购了一块极品玉料，以此诚意打动了李大师。而且这期节目呢，邀请了目前流量最高的小花小草来做嘉宾，广告卖得非常好，平台的资源呢也更倾向于他们。就上期的点击率来看，我们虽然比较高，暂时领先，但是呢，从话题度和热度来看，他们是后来者居上。哎，那要一直这么下去的话，广告商肯定会对咱们节目没有信心，平台那边也会出问题。干脆啊，哎，干脆咱们呀，就找那么几个当红明星，让他们来客串一下子。这就有跟风的嫌疑了，也不符合我们一贯的节目定位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 A 组编导没错，但 B 组拍摄出了问题，会影响到整个节目。你是 B 组编导，现在 B 组出了问题，就没有对策？我在想，我们没剩多少时间了，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。明天早上5点，请大家赶到王老师的工作室，他助理会带大家进行参观拍摄。他本人由于急事去了云南，明天我会带人飞过去完成他的个人访问，其他的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。这样赢不了。现在的问题还是赢吗？如果节目无法如期制作完成送审，耽误了上线时间不说，你严重违约，还动摇了广告商，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的生存。各位该吃饭了，我订了餐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谢谢。我会把计划 email 顾总，如果他也通过了，你别再固执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赶紧放松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小鱼，吃点东西。好，蓉蓉，辛苦你了。王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出去一下。真好，你咋知道我没吃饭呢？我猜的，给你打。谢谢。小鱼，这是你的特别加餐，辛苦啦。谢谢。俩大鸡翅啊！你加油啊！一会儿你慢慢的吃，千万别噎着。凭什么还有特别加餐呀？还有个大可乐，还有大鸡翅。小鱼很辛苦嘛。吕在早，签字。你是 B 组编导，计划得你签字。去哪儿？我去洗手间。你没签字之前哪也别想去。于在早，李编导真可怜啊，上个洗手间还有人跟着。这是给小鱼的。变了，然后彻底变了，变得喜欢女人了。默默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妈妈来了？默默整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，她难道哄都哄不住，这才让我带着她来找你。我打了很多电话，问到经纪人那儿，才知道你在这里。妈妈在工作呢，你看那边有一屋子叔叔阿姨等着妈妈开会呢。你这样好不好？
你先自己回家看会儿动画片，妈妈就回来了。你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孩子还这么小，要妈妈陪的呀。妈妈，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。你说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好了，你看，妈妈的同事来催妈妈开会了，回去等妈妈啊，妈妈马上就回去陪你啊。好，金姐，带她走吧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要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都是自找的。木导，你来了。过来。别看了。我说你不是别人的毛病，到底什么时候好？我在这站着呢，你看不到啊？你也要去上厕所，还要跟我手拉手？我只是告诉你，现在木导也到了，我有导演和主持人的支持，这个拍摄计划都会进行。你自便吧。对了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公司，八卦不可以，节外生枝更不要。和同事保持距离，对我们的工作有益处。别给我多管闲事，影响我们拍摄了。鱼仔走。我没什么意见。既然决定明天要拍，现在也不早了，8点散会。谢谢木导，谢谢木导，谢谢木导。汪姐，那个我没事，谢谢。不是，哎，这别说话，嘘。
怎么，我下午骂的特别凶吗？凶吗？简直就是残暴不仁。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面骂人家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总要面子的嘛。进了这一行还分男女啊？等他哭够了，你告诉他，第4期的拍摄内容他自己看着办，拍不好，别回来了。不是这个我怎么能说？这，哎呦！妈妈也爱你。看起来跟汪姐见到儿子的情感比起来，好像差一点。下次可以更真诚哦。袁斌导拿出了新的拍摄方案，但是顾总说，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希望这些资料会对你有所帮助。哎，现在是凌晨1点多。陶教授，提前给你预约今天的时间。干什么？请你客串。好。你答应了？真的吗？陶教授晚安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出发？要不咱们先过去吧。师傅，王姐好。哦，走。哎，出发了，师傅，去影视基地。好。去那儿干嘛呀？路上再说，快来不及了。师傅，咱们快点开啊！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请你客串呀。什么？我是顾问，不是演员。你现在是网络上当红的文物男神，请你客串的消息如果放出去的话，对节目那是最好的宣传，怎么能不呢？我不同意。陶教授，于代导，就算你扑过来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同意的，绝不。你这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什么出尔反尔？陶教授，提前给你预约今天的时间。干什么？请你客串。好。哎，这是。我听别人说，你每次睡眠不好的时候都会很好说话，原来是真的呀。顾时庸说的吧？差不多吧。顾叔叔还说你跟顾总是关系很好的同学，无话不说呢。走了走了，化妆去了。不是，我真不是演员呀。
嗯。你也客串啊？嗯。你演谁呀？令妃。汪姐临时被我拉过来，现在还在生气呢。指望她找当红的演员啊，估计不太可能了。我再来客串一把。那汪姐演谁呀？慈禧。我演光绪吗？不啊，乾隆。于编导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看。嗯，这不是明代皇帝吗？对，嘉靖。嗯。小鱼，你到底要拍个啥？顾总能同意吗？我昨天连夜给顾总发了剧本，他允许我调动所有公司的资源呢。这疯狂的创意不是凌晨3点钟才发出来的吧？嗯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笑一下。1、2、3。And action！ 老祖宗吉祥。慈禧每天醒来，由宫女服侍穿着内服和鞋子。宫女用热水、毛巾给慈禧敷手和脸。1条毛巾，1盆热水，每泡敷1次，换1盆热水，反复10余次。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，在热水盆里浸泡相当长的时间。要换2、3盆水，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。这是老太后健身法之一。有专人给慈禧梳头，多数由李莲英服侍。梳头过程繁琐细致。梳头的同时，李莲英陪慈禧说话，逗慈禧开心。慈禧选戴喜欢的饰品、护甲。最后，宫女帮穿好衣服。整个起床梳妆过程需要3个多时辰才能完毕。皇太后吉祥。
真儿来了。赐座。谢皇太后。